常常有人说，在台湾玩还不如出国。但是当我重新剪辑这支库存已久的9周影片时，连我自己都再一次被推坑。这一集从海边的日式温泉度假饭店开始，用超划算的价格开箱生食海鲜1不20，顺道走走郑成功的出生地，看看小阿叔之称的疗愈美景。本集重点当然是连日本都不一定吃得到梦幻和牛啊，还有那甜到不行的生食软丝大餐，而且价格绝对让你惊讶。我们还会去在地农渔产市场买鲍鱼、和牛，再开箱设备新2层楼6人包栋却不到4000台币的日本连锁民宿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也会开始怀疑，日本旅游真的就这么碾压国旅吗？今天晚上一样是入住大江户温泉物语系列的旅馆，这间是蓝峰，它整个大厅还蛮气派，有一点点度假风，有点南洋的感觉，又有点欧式的感觉。我们进来玄关的空间不大，然后呢，它该有的就比如说洗手台啊、厕所啊是都有，但是这间就没有办法在房间里面去做淋浴啊或是泡澡的动作了。我特别挑，因为我们都会去泡大澡堂，它也可以选择有淋浴的、有温泉浴缸之类的。浴缸而已啊，就是一个厕所，免治马桶是标配。这里有很大空间的壁橱，我觉得小朋友等一下一定会偷跑进去。空间还蛮大的，那我觉得这间房间的卖点呢，就是这个大片的落地窗，外面的景色真的很美。那整个空间呢，虽然说看得出来有点年纪了，但是整洁度是非常好的。这里有衣橱跟储物的空间，整个设计看起来还蛮复古、蛮漂亮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它以前一定是非常豪华的饭店，然后现在被收购了这样子。哦，出来看一下，哇！如果不会太冷的话，坐在这边真的还蛮爽的。这间饭店啊，它在夏天的时候是非常热门的，因为它离海水浴场非常的近，然后再加上呢，度假风的感觉。对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日本的旅馆呢，有长得像这样子的阳台。重点是我觉得这价格也很可以，我们这样子2间房间加起来多少钱啊？43000日币而已。哦，他们那一间那么大间，41000，而且是1博20。对，很厉害。我们等一下去看晚餐吧。哇，来看一下远方的船呐，哇，心情特别的好。哇，超棒的，真的是海景第一排哎。哇，这是外婆他们的房间，20叠大，超大间嘞，直接面海，然后前面有露营。哇，这间真的很豪华哎，然后它的那个置物柜也很大。怎么样？这一间满意吗？哦，很赞哦，很大间哎。对，很赞哦，可以掐笨道，掐八遍，哎，掐练道。今天晚餐菜色，我觉得跟昨天的呢，大概有6-7成是一样的。我觉得是9成5。真的吗？可能我今天拿的东西跟昨天自己拿的东西不太一样。那手艺来说的话呢，好像大家觉得昨天晚上比较好，可是我有另外一个观点，就是说我们昨天是吃第2轮，所以很多菜上来的时候，它更换过是热的。那今天吃的是第1轮，可能很多菜呢在1个小时以前就备好了。不过我觉得还是好吃。如果先吃这一个的话，我还是会觉得很棒的这样。只是说，有比较一下，就觉得，这一间感觉昨天好吃一点点这样。然后还有一个不一样，就是昨天那个是蒸锅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今天的话就是变成一个小火锅。然后昨天有那个虾子嘛，天使红虾，像天使红，应该是甜虾啦。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就是猪肉跟一些鱼之类的，所以是稍微比较没那么豪华一点，对台湾人来说啦。他们的猪肉感觉很棒。我们的晚餐告一段落了。整体来说呢，我觉得西游馆跟蓝峰比起来呢，
菜色跟食材是都差不多，可是烹调的手法呢，好吃的程度，我觉得还是西油馆略胜一筹。我觉得蓝峰的食材还是少了一点，像我觉得那个天使虾没有了，对我来说差蛮多。大只的生食级虾。对，但整体而言，我如果是先吃这一间的话，我一样会很喜欢，只不过是刚好我先吃的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一间。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真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看别的开箱什么其他东西。这是这边的菜色、甜点以及一些酒水，他们的特色还有一些西式料理和中华料理在里面，是蛮符合所有人需求的。这间光是面海的房间，舒适的用餐环境，我们用8200的台币6个人住到2间房加1博20。这一趟我们是以3999的来回佐贺含行李的清仓机票来的，我觉得这样的爽度可能在台湾只能2个人住1晚差不多的温泉饭店吧。我想这个价格在台湾顶多只是含个早餐吧。当然这边我也很欢迎大家推荐我，台湾如果有这样子高 CP 值的住宿，我会非常愿意自费去开箱一下。吃饱之后呢，我们带大家来看看饭店的设施。我们决定要订这间饭店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有非常不错的儿童游戏区，甚至还有像那种很厉害公园才会有的弹跳云朵。对，你让开给大家看一下，玩吗？好玩吗？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丰富好玩。那还有身高限制，120公分以下的小孩才可以玩。这种旅馆呢都会有一个小卖部，但这种小卖部它的课程啊，大部分都是针对稍微年长一点的女性。我本来想说，为什么每一间这种温泉饭店都要这样？直到你妈说她超爱这种的，因为她可以在这边买，然后不用出饭店。年长一点，消费力高，女性又特爱买，因为这里在长崎的关系，所以长崎蛋糕你就可以收集到好几种。但感觉其实还蛮不赖的哎。哦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种的长崎蛋糕。因为我们来这边是平户，所以这是他们这边产咖啡吗？不是，这个好炸哦，就是长崎蛋糕，然后告诉你说这个是配长崎蛋糕的咖啡，一套一套来的。我觉得在这边有很多的土产哦，是很方便的，因为很多日本人呢，他的游玩方式可能就是到哪里去温泉旅馆住一下，泡一下温泉，然后就回家了。那你如果有小卖部的话呢，他就可以顺手带个纪念品回家，不用在沿途找哪里有。对。我觉得他们里面，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啊，它里面有很多长崎特色的美食啊，其实你就可以在里面吃一吃，就可以大概体验一下。这附近没有什么便利商店，但饭店里面的饮料机跟零食都非常的齐全。漫画阅读区还有按摩椅，看起来像是这个品牌的标配。这里还有电动游戏场，不过都是要投币的。日本人真的还蛮爱打桌球，看每一个这种饭店都会有桌球。这边有卡拉 OK 包厢，非常的多间，没有写价钱，应该是免费的吧？不过他们都是锁上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的话，要跟柜台预约。这个也是他们的标配，因为昨天那间也有。这一层设施的尽头呢，就是男女汤了，那不能进去拍，所以怎么样？金币给你，然后夏威夷我们自己去。好懒的梗哦。出来黑黑的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但是那扇门呢，有一个指标，就是写说这是通往海水浴场还有竹汤咖啡厅的。我现在已经看到船了，这对面就是海了。我好像闻到咖啡香。白天应该很漂亮。早上出来外面散步，泡个竹汤，好像真的蛮惬意的哦。你看这下面还有懒人露营。但是你不会想住啦。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在房间里面，因为这房间蛮舒服的。对啊。今天入住呢，其实房间的一切啊，我们觉得都还蛮满意的。但是开箱到我妈那间房间的时候呢，以她的角度来讲，她觉得有一点维持。像比如说这个房间里面呢是没有椅子的，所以对于他们这个年纪来说，你要坐啊就不是那么舒服。由于她的房间在1楼，没有连接馆内的这个空间，所以她要进入馆内的话呢，要绕到外面户外的空间，吹冷风其实还蛮不舒服的。对，冬天的时候还蛮不适合住那一间的。住在1楼的房客呢，刚好没有电梯可以搭乘，所以他们老人家又要推那个行李，然后要走楼梯，他们就觉得超级不开心的。我妈还碰到一个问题，她那间房间呢刚好是 WiFi 的死角，那我们有测试过，隔壁的2间房间都是 OK 的，饭店想要帮她换房间，但是我妈又觉得说啊换来换去实在有点不太方便。这些呢是我们自己入住这间饭店刚好碰到的状况。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预防，就是你在订饭店的时候，底下不是会有备注栏吗？你把这些状况呢就打进去，然后人家就会帮你注意好，帮你安排到你想要的房间。对，因为像我每次都会打说我要
房间很干净，会有老人家跟小孩。那他们其实我每次住到的房间真的都还蛮干净的，所以就是提醒大家，出来的时候难免会有住到刚好不合自己意，或是你不在意，或是你在意的，然后提醒给大家订房的小秘诀。哇，起床了！一起床看到这个海景，真是太爽了啊！那艘船从昨天都一直停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住了一晚，这边很好睡。然后，如果大家要订的话，可以不用去订那个20叠大在1楼的，因为真的是会没有电梯可以坐，会比较麻烦。那这个的话，除了有椅子以外呢，我觉得房间的大小也都够了，因为这个有12叠还是10叠大。叔叔，你睡得好吗？害羞哦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去吃早餐啦。吃早餐了，那我觉得今天的早餐呢，跟昨天在西野馆吃到的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海鲜都是非常的新鲜。我在西九州这边啊，就是佐贺跟长崎县啊，早餐都是自式的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有吃过的话，你喜欢的话，你就会想要再来，就也不会怕说都不一样这样子。这2家我觉得各有优缺点啦。那这一间的话，我们住的我觉得房间是更好一点，比较新一点。然后我觉得温泉超厉害，因为我昨天我那边有2个露天温泉哦，分了2个，然后室内的还有3个温泉，这样很厉害。那女汤的部分，因为我没有到露天的温泉去看，它室内长得很像我们前几天到那个五熊温泉的新馆，那个上面有木造的8角的那种屋顶这样。如果你来到就是佐贺跟长崎的话，我觉得住2天就够，因为我觉得第3天再吃一样的东西就会腻了这样。不过我很推荐这一间，大家就是如果其中可以安排1天这个，因为 CP 值真的超高，而且我们昨天住的那2间这样加起来，房费大概8000多块而已。对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个小秘诀，就是你可以用翻译，然后到他们大江户温泉物语的官网去订订看，因为我觉得跟你可以跟那个线上的Agoda 什么的都还便宜很多，比较一下。大江户只要是在他们的那个官网订，便宜超级多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先分享到这边，让我们边看海景边吃海鲜冻。后来我们都知道就吃海鲜冻，今天就专攻海鲜冻。跟大家补充一下，这2天看到的猪背呢，都是这一种生食级的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到就是生食级的猪背这样。我们在台湾看到的猪背基本上都是干燥的了。哦，这我吃好几碗了这个。哇，我们要退房了。早上真的很漂亮这个，对啊，早上的阳光是从这边来的，真的很漂亮。海面亮到平户这个地方叫做郑成功鹅蛋石，离我们刚刚饭店才开车2分钟而已。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但是水还是一样的清澈。我相信如果阳光照耀下来的话呢，应该就会是一片蓝蓝的，然后清澈见底的样子。真的超清的，这个水真的是超好的。哇，走下去。那个传奇人物的诞生呢，一定要在这么清澈透明的海。如果是生长在这种浑浊不堪的地方，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了。这个地方呢，之所以叫做郑成功鹅蛋石，是因为郑成功诞生在那块石头上面。相传呢，郑成功是混血儿，爸爸是郑芝龙，中国人，这个大家历史课本上面都有读过。但是妈妈是日本人。应该是郑芝龙来到这边之后结识日本人，然后他们在这里就生下了郑成功吧。那这个故事蛮特别的，妈妈在这个海边呢要捡拾贝壳的时候呢，突然觉得肚子痛，然后就在那块石头上生下郑成功了。这里是郑成功纪念馆，很不巧，今天刚好换到闭馆。那里面有很多记载郑成功的生平事迹啊，然后听说他小时候在这里生长到7岁哦，然后才去中国啊，然后跟那个爸爸一起到台湾，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。在纪念馆的上方呢，就是郑成功分灵庙。那分灵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
它是从台湾的延平郡王祠分灵过来的。分灵庙的设立呢，它是在1962年的时候，为了纪念郑成功逝世300周年，特别在郑成功儿诞时的这个附近呢设立了这个地方。你看，这里还有郑成功的母子像。然后据说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在2024年的时候才又刚重新修建好的。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课本上面读一读啊，然后回来看，你就会特别有感觉。像我们刚才讲郑成功，然后我们女儿就会说，这不是我课本才刚读到第8课这样子。其实不错，我觉得可以带小孩来，就是从课本上面读到的东西，然后从而去见识到，实地有一些连结。对。这里是长期平户的川内卡，人称小阿苏，因为我们太喜欢阿苏山了，所以这趟旅程呢，我们一直在考虑说，我们要不要绕去阿苏山，还是专心玩这一带就好。所以呢，刚好就找到了一个在饭店附近不远的地方啊，有一个叫川内卡的地方。我这是随便按一按，奇怪这边怎么那么像阿苏？就一点进去，人家就说它是小阿苏，真的很像。小小的啊，你这样子自己上来也不用很多人，而且重点是阿苏山有一个下雪的风险，可能山常常会上不去，那我就觉得我可以来。刚刚车门一打开，然后就在飘雪了，稍微。所以刚好今天特别的冷，今天超冻的。对，那阿苏山是会路面结冰，然后会积雪的这样子。这里超好拍照的如果可以再白一点的话，应该会更美哦。可是表情管理快要受不了，太冷了。越高越漂亮这里根本就是可以看得到海的阿苏山嘛。这是缩小版的，对不对？上面的海景超级无敌的美真的。我刚刚我阿姨上来的时候说了一句阿鸟尾，就是太漂亮了这样。对啊。真的是，如果你只能来佐贺啊，长崎的话，你可以如果有来平户啊住这个饭店，你可以上来走一下，这上山才10分钟，很快，也很像阿苏山会出现的那种路，那类似像千岛湖这样子，99岛这样子的感觉。绝对不是刚飞嘛，也不是太感动，就是风太大了，让人的眼泪一直流。洋葱切。雪了，这趟好意外哦！本来想说没有来看雪，结果还是下雪了。一定会碰到，因为毕竟都在0度附近。对。这边有说他1月26号就要火烧山啊，就要像阿苏山一样大文字烧。吃中餐呢，我们来到平户的濑户市场。那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海鲜专卖市场。那你在这边呢，可以看到旁边的海景。那当地人会在这边买一些鱼货什么的。如果你有做民宿的话，来买一些海鲜回去烹煮也是很不错哦。而且这边就是离那个平户大桥很近，就可以在这边观赏平户大桥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我们喜欢逛日本当地的市场，不管是卖什么都很好逛，因为他们里面呢都会有一些当地的特色，一走进来就可以看到了，一目了然。这是什么啊？看起来是甜不辣，就鱼浆类的东西。哦，对，因为这边靠海。对，九州这边盛产橘子跟草莓。那我们上一趟去济州岛呢，也发现他们的物产也都是差不多是这样。其实因为地理位置非常的接近，纬度是一样的。这里坐船到济州岛，搞不好20-30分钟就到了。你看这个是平户产的，他们的这个草莓大的跟小孩子的拳头差不多大嘞。哇，他们也是当地特产的小橘子。这应该是类似像砂糖橘那样子的。你这么喜欢喝，应该是遗传到你阿姨了。我们家人都还蛮喜欢喝酒的，其实。你妈不行。我妈特例。有带妈妈跟阿姨来，绝对是没有错的。你看这鲍鱼这么新鲜，然后超大颗，超市货。她说：“这个鱼很新鲜，我们买回去煮火锅。”对，说我晚上会来煮。这鲍鱼很新鲜，他们说好便宜哦。对，还活的，一颗200-300块台币，很大颗这比你的拳头还大了。是不是还会稍微会动？对啊，我看一下。没有啦。可是它真的会动，你戳下去的时候会回弹。现在可以生吃啊。真的。对，它现在是可以生吃的状态。
这海钓鱼好大只哦，而且上面还写说它是沙西米用的哎。真的，哇，这里面好多活的海鲜哦，鱼啊什么的。有龙虾，这边还有牡蛎。我们现在上来濑户市场的2楼用餐，这里有提供熟食，所以我们就先安顿好小朋友。等一下我们再到隔壁去，那边有生的花枝可以吃。我们都是坐在这边边观赏平户大桥、海景，然后边吃了饭，好爽哦，很惬意耶。和牛真的是非常的甜。那听说平户和牛这边呢，它是称为梦幻和牛，一年只有产600头的和牛，而且在1200年前呢，刚开始有放牧这个黑毛和牛的时候呢，它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地了。平户和牛，台湾可是吃不到的，因为内需就不够了，怎么可能外销？这么厉害？这个油花。那你另外一个你点的那个，试试看。来试试看。超级油，这2个哪个比较好吃？都很好吃，只是我刚刚夹到的这一块是油脂偏多的，好软哦，它的油花好香。所以它这种东西是越煮越软就对了。不是，就是要看它油花的多寡。我不能吃牛，每次听你们讲和牛有多好吃，我真的很讨厌，知道吗？你承认你欠揍吧？我们点了2份和牛，1份是铁板烧，1份是炒野菜。那铁板烧的这个它是比较厚切的，和牛只要厚切的呢，就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柔软，所以还是薄切的比较好吃。阿姨也是说这个比较好吃，对不对？你也这样觉得？对。哇，这是平户天洞，里面都是花枝啊、香菇什么的，好棒哦！我是很想吃这个啦。哎，你试试看，里面有很多花枝什么的。哇，夹一下沾个酱。的花枝呢，就是这个地方的特产。我夹到鱼肉了，好好笑。说说看就知道是不是这个是花哇，里面有虾子什么的。现在是从眉毛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好吃哦。吃哦。哇，这个好幸福哦！哎，这个台币大概将近300块，我觉得行哎。如果台湾的话，4日币，而且是大盛哦，就是大碗的。这块和牛跟我吃过那种高级料理 set 里面的和牛一样的好吃。5000块一 set 那个。对，那这一份呢，就是1150块日币而已。好扯哦。这里有郑成功套餐，里面的内容就是卤肉饭、卤肉饭。卤肉饭比和牛贵，对，竟然有这种事情，笑死了。花枝还是软丝之类的，他们写花枝，它的触角还在动。哦呦，因为我们本来要去呼子吃花枝，那但是我觉得有点遥远了，那这边就有得吃，而且很多人说这边吃更便宜，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吃了，就在我们刚刚市场的对面而已。我妈现在不敢讲话，不然她会说不要玩食物。它这个吃法很特别，就是你这边吃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其实这个头再给它去炸成甜不辣这样子。而且你看它的眼睛啊，好像里面还在变色的感觉。对，好残忍啊！赶快吃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偏残忍嘞。大家手忙脚乱，要先拿这个给它去炸。然后再哇，超级新鲜，才会是这样透明的样子。而且我刚夹起来的时候呢，我还觉得这个花枝有在抵抗，就是它好像还是活的一样。你赶快吃，好甜哦！我们还点了一盘综合生鱼片，因为带着小孩进来，总共6个人哦，怕不好意思，所以多点一点。超好吃哎！这盘生鱼片也是非常的厉害。哇，真的，哎，好厉害！这个都新鲜的呢，它有那种温体感，这个可以透光哎。
大家都在叫好甜好甜好甜，然后特有新鲜的黏黏滑滑感。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喜欢用蒟蒻，它的确有一点像蒟蒻，可是这个那种粘牙感是你没办法蒟蒻取代的。对啊，好好吃，好甜哦。哦，喜欢吃生食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。生鱼片通常配的都是白萝卜，但它竟然有海菜，这好特别哦。哦，甜不辣来了哦，太棒了！我刚刚已经吃了，好新鲜的口感，又脆又有粘牙感，哇，超棒的！而且我们确定它是活的，然后赶快拿去炸。我们平常说哪里的很新鲜，都比不上这个刚刚活的下去炸，但是真的是蛮残忍的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真的一定要来试，而且我觉得很划算。我们刚刚点大只的330克，可是我感觉它应该有1公斤重，那很大只哎。我说真的，我没有吃过炸的花枝这么脆口的，好好吃哦，大家一定要试试看。真的好脆哦，你知道吗？它不是外皮在烤，是里面花枝本身在烤。真的，我们吃到里面那个花枝体的时候，哇，咔咔咔咔这样子哇。我们今天决定取消所有的行程，然后把食材都买满，我们就回民宿去煮东西吃喽。对啊，刚刚这边的食材真的很新鲜，我们想要应该就是买一买，赶快去。好 ，Go！ 这平户市场里面就有卖和牛了，而且是平户和牛哎。今天晚上住乐天经营的民宿，它是1户建，总共2层楼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间房子的格局。首先呢，进来就是玄关，然后这边呢还有独立的厕所，马桶呢是免治马桶，然后再来这边呢是脱衣场跟浴室。我们来看一下脱衣场，它的洗手台非常的宽敞，而且照明很明亮。然后再来这边有一台洗衣机，它是有干衣功能的。然后呢，这边呢它是它的浴室，可以淋浴也可以泡澡。其实这个都是制式的，可是你只要住过这类的房子呢，你就会知道说，这样的大小时候是很够用、很 OK 的。对，都是一样的那个罐头式的。这间屋子它到处都有暖气，就连浴室呢，你都可以先暖房，这样你冬天洗澡的时候就不会衣服一脱掉就好冷哦。好，另外一边这里有2间房间，首先这一间呢，如果在我们居家的话，它应该算是主卧房，因为它的设备比较齐全一点点。然后床呢，大概就是140、150的宽度。冷暖气机这边也有不错的插座，可以插 USB。哦，这设备真的很新，这个整栋的设备都很新。壁橱也非常的大，可以挂很多的衣服，非常足够哎，2个人大行李箱绝对够。人进去非常的简单。还有另外一间房间，一样是双人床，应该也是140或150的，然后一样的插座，一样的冷气，但这间房间就没有储物的空间，它没有壁橱。这里户外有跟另外一间房间相通的一个阳台。走，我们上楼去看一下。2楼的话呢是厨房、餐桌跟客厅，然后这边还有一间和室房间，有点乱，因为我们正在准备晚餐。所以我们刚刚去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，就是为了要好好的煮一顿当地晚餐。这张餐桌是6人座，刚好合我们一家大小的人数。对，然后后面那边有沙发可以坐，而且也看电视。而且我觉得最喜欢电视就是有 YouTube 啊，有 Netflix 可以看，这样子就可以看我们的影片了。在料理台这边呢，其实应有尽有，锅碗瓢盆啊、热水壶啊、微波炉、冰箱都是很足够的。但是呢，它没有提供抹布啊，或是调味料这一些，就会有卫生疑虑的东西。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要自己准备。对，去超市的时候就记得，我买一点，买小小包装的就可以了。该有的不该有的都有了，竟然还有胶囊咖啡，而且它的瓦斯炉呢是 IH 炉。好了，就来煮当地晚餐啦。这是我们外婆第一次在日本煮东西，食材超棒，超级期待这一盘鲍鱼了，已经把它切片了。日本的垃圾分类是比较严谨的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帮他们分类哦。最后是这间和室房间，它有2张单人的床垫，然后最神奇的是这间房间竟然还有投影机。它的电灯就是它的投影，你看它上面这个灯，然后其实是投影到这边的，这么神奇的东西。对啊，哇，睡觉还可以看电影这样子。2楼其实就有一台蛮大台冷暖气机，然后这么小的空间，它还是再装了一台冷暖气机，所以不管夏天还是冬天，温度的控管都已经非常的厉害的。
2楼这里呢，已经有一台吨数蛮够的冷暖气机，可是它在这么小的房间里面，还是又加装了一台冷暖气机，所以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，它温度控管一定都非常的厉害。哦，准备来吃晚餐啦！大家来煮这个，买一大堆鱼类的东西。安钢桃啊，这是猪肉，煮火锅。等一下和牛来煎牛排。有过分了，这是多少钱的鲍鱼啊？是所有的吗？刚刚3、4颗的。对，4颗。哇，3颗了，3颗。哇，大家开吃了。好丰盛啊！对啊，平户的渔产。今天这个是平户的和牛，好香哦！可是我不能吃。我好奇在这个平户市场里面买的和牛会不会一样好吃？看起来超赞的。这油花把肉给包裹起来，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跟那个2楼的比起来，你觉得哪个好吃？这个更好吃。真假的？自己超市随便买的这么好吃？我不爱吃。怎么样？太油。Delicious。有比刚刚在那个上面的好吃吗？有。趁热更好吃。结果我们后来发现，它只有杯子没有碗，所以我们只好用杯子吃饭。然后呢，它没有附隔热垫，所以你盛好的东西，你要想办法跟桌子隔离一下。对，如果大家有订这个的话，又想要像我们这样的话，就注意一下，记得在超市买一些东西来用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喽，大家拜拜。大家拜拜。对了，差点忘了跟大家分享，这样一晚独栋、设备又新的包栋民宿，4大2小入住，我们一晚大概只花了3700块台币。再加上超划算的鲍鱼，还有连日本人自己都不一定吃得到的梦幻和牛。重点是这么梦幻的和牛，价格竟然比我家巷口的牛排馆还要便宜。网络上常有人说出国玩比在国内旅游还要划算，但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价格的问题，而是整个旅程带来的价值感，在体验上完全碾压，这才是大家对国旅最有感的差别。这里不是要唱衰，而是希望台湾也能好好发展自己的特色，多学习，多调整，让来台湾的旅客也能够感受到同样有价值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后面还会有更多这样的系列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多多支持一下，大家拜拜啊！